出來混，遲早是要還的。最近，米蘭冬奧會短道速滑比賽中，美國隊員意外摔倒，並帶倒了韓國隊，最終雙雙無緣決賽。賽後，韓國隊提起申訴，但被拒絕。對此，韓國媒體很生氣，一直喊着有黑幕。不過，要小編說，全世界誰都可以質疑體壇黑幕，唯獨韓國人沒有資格說這句話。他們莫不是以為中國網友忘記了平昌冬奧會的事了吧？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際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，點讚、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這屆冬奧會短道速滑項目，中國隊的運氣實在是差了點。在2月10日的2000米混合接力決賽裡，中國隊一度處於領先位置，可惜張楚彤、孫龍先後出現打滑和踉蹌，最終只拿到了第4名，和獎牌擦肩而過。當時不少網友都覺得可惜，也為隊員們捏了一把汗。好在隊員們很快調整狀態，孫龍隨後在個人項目裡奪得第2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決賽中他起跑並不佔優，中途一度排在第4位，倒數2圈他才開始發力，並連續完成超越。最後一彎，他從外道強行衝到第2，衝線時刻和冠軍幾乎同時過線，但可惜差了0.028秒。0.028秒的差距，大概就是半個冰刀的距離。雖然遺憾，但已經是極限發揮了。就在大家為中國隊惋惜的時候，看到隔壁韓國隊的經歷後，忍不住又樂了。同樣是2月10日的短道速滑賽場，混合接力半決賽第2組出現了意外一幕，美國隊員在加速過程中突然失去平衡，重重摔在冰上。巧的是，他摔倒的位置正好擋在身後韓國隊員的滑行路線上，來不及反應的韓國隊員直接被帶倒在地，兩人雙双趴冰，場面有些狼狽。不過冰场上的混亂很快平息，裁判抬手示意比賽繼續，沒做任何額外判罰。最終的結果可想而知，韓國隊和美國隊雙雙止步半決賽，連決賽的門檻都沒摸到。那韓國隊哪能咽得下這口氣？賽後第一時間就提交了申訴，還乖乖交了19萬韓元的申訴費，這算下來差不多1000元人民幣。滿心以為能靠着申訴改判晉級，沒想到最後還是被裁判駁回了。裁判駁回的理由很明確，他們反覆回看高速回放，確認美國隊員的摔倒純屬冰刀打滑引發的技術失誤，就是賽道上常見的意外，壓根不是故意干擾韓國隊。再說了，規則裡寫的明明白白，被碰撞時要是沒處在小組前2名，根本沒資格判直接晉級。事發那一刻，韓國隊早就落到小組第3了，申訴自然站不住腳。這1000元錢算是徹底打了水漂。消息一出，韓國媒體徹底炸了鍋。韓媒 X Sports News 直接翻了篇怒懟文，標題是“短道速滑，這還是講規則的體育嗎？韓國隊又遭冤枉，震驚！”文中更是翻來覆去強調，自家選手半點違規都沒有，偏偏要為美國隊的失誤買單，平白無故被擋在決賽門外，字字句句都在喊冤，那架勢仿佛受了什麼天大的委屈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就在韓國媒體對着屏幕哭訴不公的時候，解說席上的中國前短道速滑隊員武大靖迅速走紅，因為他在解說這場比賽的時候笑得太大聲了。我這個真是把韓國队帶出去了。這份笑，中國網友一聽就懂，社媒上很快就炸了鍋。有人留言調侃：“都愣着幹啥？笑啊！”也有人打趣道：“韓國終究是被鷹捉了眼。”或許有人會說，武大靖這笑太不體面，可只有真正了解過往的人才知道，這笑裡藏着多少委屈。2018年的平昌冬奧會上，韓國隊靠着買通裁判，給中國隊判了至少8次不公平罰判。武大靖自己就曾在比賽中被裁判莫名判罰犯規，無緣晉級。賽後他無奈坦言：“判我犯規是嗎？對，我也不敢相信，很不可思議。沒想到在韓國會這樣。”不止中國隊，那屆冬奧會，加拿大隊也遭到了韓國隊的惡意針對，被頻頻使絆子、吹黑哨。最終，加拿大隊拿到短道速滑接力銅牌。領獎時，隊員們特意做出了掃地的動作，用這種無聲的抗議控訴韓國賽場的不公，嘲諷當地的黑哨判罰，場面既心酸又解氣。那些年，
韓國短道速滑隊在賽場上的小動作早就不是秘密，他們擅長在比賽中故意碰撞對手，身手絆人，一旦自己犯規，就第一時間舉手示意無辜，冰刀抬得比誰都高，仿佛自己才是受害者。那時候他們從來沒問過，這還是講規則的體育嗎？也從來沒覺得自己有任何不妥。更諷刺的是，就在韓國隊為申訴失敗哭訴冤屈的第二天，2月11號，國際奧委會直接發布公告，韓國2名越野滑雪運動員韓多素和李怡珍被查出使用違禁物質，比賽成績全部作廢，參賽資格也被取消。說起來也尷尬，這2位選手本來成績就不起眼，韓多素排在第56名，李怡珍更是只拿到第65名，就算不違規，也和獎牌沾不上邊。可他們偏要投機取巧，在滑雪板表層投用氟蠟，這種物質能減少滑雪板和雪的摩擦，從而提高滑行速度，早就被國際奧委會明令禁止使用，最後被工作人員當場發現，想狡辯都沒機會。其實這也不是韓國體育第一次爆出作弊醜聞，除了短道速滑的黑哨，越野滑雪的違禁使用，韓國在其他體育項目上也留下過不少不光彩的記錄。早年的足球比賽中，韓國隊曾靠着惡意犯規、裁判偏袒，一路黑進世界杯4強，被全球球迷詬病多年。還有舉重、體操等項目，韓國選手也曾多次被查出使用興奮劑，要麼成績作廢，要麼被禁賽。可他們從來沒真正反思過自己，反而總覺得是別人針對自己，動輒就哭訴不公。就像這次米蘭冬奧會，明明是自己投機取巧作弊，明明是申訴不符合規則被駁回，卻偏偏要扮受害者，實在讓人不齒。關於米蘭冬奧會短道速滑賽場韓國隊申訴事件，讓不少網友疑惑，冬奧會短道速滑申訴居然還要現場交錢？答案是肯定的，申訴繳費有明確的官方規則依據，並不是賽場潛規則。根據國際滑聯章程規定，短道速滑賽事中，如果對裁判判罰有異議，申訴必須提交書面申請，並且在比賽結束後30分鐘內現場繳納100瑞士法郎，約合人民幣770元的申訴費。逾期未繳費，則視為自動放棄申訴。這筆費用本質上是申訴保證金，核心目的是避免各隊伍濫用申訴權利，防止無意義的申訴干擾賽事正常程序。規則明確，如果申訴成功，所繳費用會全額退還；如果申訴失敗，費用不予返還，統一上交國際滑聯。可能很多人不理解，體育比賽為什麼要設置申訴收費門檻？那如果不設置費用限制，每一場比賽出現輕微接觸就會引發大量申訴，比賽會被不斷中斷，裁判組需要耗費大量時間處理申訴流程，反而無法專注於判罰本身。收取一定費用能讓各隊伍在申訴前更加慎重，只有掌握明確證據時才會啟動申訴程序，相當於維護賽事秩序的一道防火牆。當然，這項規則並非毫無爭議，觀眾的不滿和參賽隊伍的委屈主要來自2個方面：一是現場肉眼觀察和慢動作回放存在視覺差距，觀眾直觀感覺選手被撞，卻不符合規則裡的晉級保護條件；二是彎道接觸的判罰存在一定主觀裁量空間，界定故意、過失、意外本身存在難度。國際滑聯的判罰會參考賽場視頻、裁判現場報告和裁判委員會意見，但最終裁量權依然在裁判手中，這也是爭議產生的重要原因。從國際體育賽事慣例來看，申訴收費並非短道速滑獨有，速度滑冰、花樣滑冰等項目都有類似的繳費要求，是國際體育組織規範賽事紀律、避免濫訴的通用做法。而從實際情況來看，賽事申訴的成功率並不高，只有掌握明確證據證明對手違規或者裁判存在程序錯誤時，申訴才有可能成功。所謂判禁，也就是因對手違規被阻擋而獲得晉級資格，必須建立在清晰的事實基礎上，並非只要被碰撞就能晉級。小編覺得，從這次韓國隊申訴事件中，參賽隊伍和觀眾都能得到一些啟示。對運動員和團隊來說，遇到爭議判罰，要在30分鐘內快速提交書面申請並繳費，同時保留相關證據。申訴是救濟手段，而非常規武器。沒有確鑿把握，不必輕易嘗試。面對輿論爭議，用規則說話比情緒表達更有說服力。而對於賽事管理方而言，可以進一步優化申訴流程，比如推出數字化支付，公開更詳細的判罰依據，在維持秩序門檻的同時，提升申訴流程的透明度和效率。對觀眾來說，
觀看競技體育，既要理解賽場瞬間的戲劇性，也要尊重賽事規則的約束，不被情緒左右判斷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